有没有刷到过这类视频啊？用二氧化碳来生产汽油，而且价格只要3块钱一升，真的假的？其实网上很多东西就是真中掺假，假中掺真。这些人很聪明啊，知道这么一搅和之后呢，你就很容易信以为真了。上面那个视频啊，用二氧化碳生产汽油是真，但是成本只要3块钱一升是假。下面我就来认真的科普一下，通过二氧化碳制造汽油的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早就有研究了啊，它属于碳捕集与利用的领域，旨在将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或者是其他的有价值的化学品。这项技术的核心是通过化学过程将二氧化碳与其他元素反应，生成碳氢化合物，比如汽油等燃料，从而既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又为能源提供了新的来源。的确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多赢技术。传统的燃料如汽油、柴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这些分子由碳和氢组成。当燃料燃烧时，它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和水，二氧化碳再次回到大气当中。因此啊，制造汽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逆转了这一燃烧的过程，将二氧化碳和氢重新组合成碳氢化合物，即将二氧化碳还原。典型的步骤由以下3步组成：二氧化碳捕集，即从空气中或者是工业废气当中捕集二氧化碳。常见的捕集方法包括化学吸附，如使用吸附剂来捕获，或者是通过物理过程分离二氧化碳。然后是电解水来制氢，最后是使用催化剂让二氧化碳与氢气反应，生成合成气，即一氧化碳和氢气的混合物，然后再进一步转化为液态的燃料，如汽油、柴油和其他化学品。目前世界上常用的通过二氧化碳转化为汽油的技术也大致分为3种：费托合成法、甲醇制汽油法和直接电化学转化法。咱们简单来了解一下啊。费托合成法是一个相当经典的技术，它将二氧化碳和氢气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之下，通过催化剂转化为合成气，然后再通过费托合成反应将其转化为长链的碳氢化合物。费托合成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被开发，用于从煤和天然气当中合成液态的燃料。另一条技术路线是将二氧化碳首先转化为甲醇，然后通过甲醇制汽油工艺将甲醇转化为液态燃料。该过程的核心也是通过催化剂将甲醇分子重排生成碳氢化合物。而直接电化学转化呢，就是一种较为新颖的路径了。它是通过电化学手段直接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碳氢化合物。这一方法尚处于研究阶段，但是具有极大的潜力，因为它可以直接利用电力，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我们开篇所看到的由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二氧化碳制造汽油的方式呢，跟以上这3种又都有些不太一样，因为它们是通过制备出了一种全新的催化剂，直接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汽油范围的碳氢化合物，减少了中间过程，因此就带来了更高辛烷值的汽油，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并且它不光是在实验室里面成功了，也顺利转化成了商业化的成果。该团队主导的全球首套1000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制汽油设备已经成功开机运行，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加上更便宜的汽油了呢？比方说3块钱一升，想得美啊！也不知道那些博主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数据的我看到的报道里面，人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着。问题是，这种方法仍然要消耗能源，现阶段成本也很高。研究团队也承认，制备的确需要特殊的催化剂，以及消耗大量的能源，甚至耗能可能比制备出的能量还要多。所以它怎么可能比目前的油价更低呢？简直是天方夜谭嘛！我看有人算了一下这种汽油粗略的成本是每吨接近7000元，就这都已经比现阶段的油价更高了，还不排除漏掉了很多的东西至于为什么成本这么高呢？既有能量效率的问题，也有技术成熟度的问题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需要大量的能量输入，尤其是电力。因此这项技术的成功依赖于廉价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如果电力来源依然是依靠化石燃料，整个过程可能反而会增加碳排放再加上目前这种合成燃料的反应过程非常复杂，催化剂昂贵，以及其中对氢气的大量需求，都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开玩笑，电解制氢它不也是要花很多的电费的吗？所以我们只能期待着，随着催化剂技术、电化学工艺的进步，以及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降低，未来几年二氧化碳转化为汽油的成本才可能会大幅下降，接近或者是低于传统化石燃料的价格。好了，在这儿你今天总算是弄明白了吧？我们正在满宇宙的苦心寻找外星人，但万一我们其实就是外星人呢？化石证据已经表明，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形式细菌和蓝藻，在大约
约3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的地球才刚刚从小行星和彗星的频繁撞击中缓过劲儿来，海洋也还正在逐渐形成。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进化已经开始起作用，把一锅没有生命的原始化学汤转换成了第一批真正活着的细胞吗？也许吧。科学家对此有2种假说 ：RNA 起源说和代谢起源说。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地球上面的生命可能并不是从地球上起源的，也许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银河系当中某一个遥远的世界。不知何故啊，这些生命开始了一场星际大迁徙，在挨过了漫长空虚的太空旅行之后呢，最终来到了早期的地球，从此便在这儿生根发芽，把这颗蓝色的星球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家园。这样的起源假说叫做生命外来说。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讲呢，它都比前面2个假说更有魅力。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生命外来说。这个假说真的合理吗？它能否成立呢？要看有没有生命能够挺过以下3个致命的阶段：从原本的世界当中脱离，旅行到一个新的世界，进入到这个新世界的生物圈，也就是一段旅程的开始、过程和结束。科学家相信，行星撞击或许正是这段旅程的开启者。当一颗行星受到较大天体的撞击时，它表面的岩石就很有可能被撞飞到太空当中。在地球上，我们已经找到了数百块被证实是来自于火星和月球上面的陨石。同样，地球上也有很多的岩石呢，曾经被撞到了天上。比如导致恐龙灭绝的那次撞击，就让很多的岩石也随之消失到了太空当中。那有没有可能让住在这些岩石上面的微生物们一觉醒来，还能睁开眼睛看到脚底下这颗蓝色的弹珠呢？要知道啊，他们乘坐的这艘岩石飞船必须要达到每秒至少11.2公里的速度呢，才能够逃离地球的引力，进入宇宙空间。这个叫做逃逸速度，它所带来的是成千上万倍的重力加速度，以及与大气层之间的剧烈摩擦。关键，这样的过程呢，不只会经历一次啊，在撞到另一个全新的世界上面的时候，大概率还得要再来一次这样的折磨。真的有微生物能够在这样高温、高压、超极端的环境下活下来吗？还真有啊！科学家想出了一些最残忍的招数来测试这些可怜的微生物们，包括用每秒速度高达6500米的炮弹朝它们射击，把它们装在超高速的离心机里面绕圈圈，将它们摁在钢板下使劲压。这些都还不过瘾，那就模拟一下真实的情况，将住着微生物的岩石从太空中直接扔下来。结果呢，尽管阵亡率相当可观，但还是有一些微生物顽强地活了下来。这就让生命外来说的2个阶段启程和结束都能够成立。现在只剩下旅行的过程需要解决了，这才是最艰难的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高能射线，它们对生命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连在某种程度上最能够抵御辐射的内生孢子都表示自己可能活不过这趟旅行，别的生物更是纷纷摇头。就在大家都认为快要凉了的时候呢，一个身影站了起来，表示我来试试。它叫做内生岩，人如其名啊。这类微生物呢，就是居住在岩石之内的。由于外面包裹着极其坚实的岩层，所以不管是紫外线还是 X 射线或者是伽马射线都伤不了它。更厉害的是，这些内生岩生物拥有超低的新陈代谢率，繁殖间隔更是惊人的长，有的甚至是几百万年才会把自己复制一次，像是活在另一个时间维度里面一样。有一些我们从海底挖出来的内生岩生物似乎已经几亿岁了，你说星际穿越这事儿不交给他还能交给谁呢？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许多的生命形式完全是可以活着离开和进入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而有的生命更是可以毫无畏惧地进行一趟长达数百万年的星际旅行。那么生命外来说的确是可能成立的咯，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啊，更不要说啊，它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升级版本，叫做直接生命外来说。这里的直接意味着有意而为之，谁有意而为之呢？当然是外星人啊，他们故意将生命的种子散播到整个银河系当中，然后看看哪片土壤更加的肥沃。的确啊，好像对于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们姑且把外星人先放一边吧，即使是接受起我们都是一些外来的生命，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刺激了。你觉得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我大概呢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这是一个威尔斯涡轮机的模型，它通过一个减速齿轮组连上了一台小电机，小电机再连着这盏 LED 灯泡，于是呢只要涡轮转起来啊，这盏灯泡就能够亮起来了。那怎么才能让涡轮转起来呢？通过这台专门给我们家狗狗吹毛的大力风扇了。我们来看看效果啊。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原本应该驱动它的是震荡水柱，
但无奈啊，我实在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水池子啊。而且呢，就算再折中一下做成这个样子，驱动涡轮转起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还想要带动电机呢，可能也很困难。所以还不如就这样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想用它来给大家讲一讲浪出来的能源——波浪能。对于清洁能源的渴望啊，由来已久，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一边要想方设法去解决气候危机，另一边又要为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真的是太难了。虽然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慢慢扛起重任，成为了可再生能源的顶梁柱，但它们的缺点也很明显啊。太阳能只在白天才有，风能呢又受制于天气，两者都是不能够提供持续稳定的输出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占了地球表面2/3的海洋什么时候停下来过呢？没有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海浪里面提取出能量的话，它是不是就永远可以不用间断了呢？而这个想法吸引了很多的科研团队和初创公司，他们围绕这一主题呢，想出了很多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就来说说其中几个。从技术路线上来看呢，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啊：一，把波浪的动能转化为涡轮机的动能，然后再带动发电机来发电的；二，把波浪的动能呢转化为液压能，然后再用液压马达带动发电机发电的；三，直接用波浪的动能带动线性电机来发电的。既然我做的这个模型是属于第一种路线的，那么我们就从它先开始吧。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震荡水柱的工作原理的。把一个底部开口的装置埋入水中，随着波浪的起伏啊，这个装置内的水位呢也会忽高忽低，于是就会迫使装置内的空气通过顶上的一个开口排出吸入。本质上，这里的水呢就充当了活塞的作用，就像它一样。如果我们在这里让空气通过一个变窄的通道的话，它的压力就会增加，从而就有了足够的力量来将连着发电机的涡轮叶片给推动了。另外，你看这个叶片截面的形状是不是很特殊啊？它的两边是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啊，不管你是从上面吹叶片还是从下面吹叶片呢，它始终都会朝着一个方向旋转。放在这样的发电机里面呢，就能够有效的积累空气进出时的动能，不会在不停的正转反转当中白白浪费掉了。由于发明它的是英国结构工程师艾伦·威尔斯，所以呢，它就叫做威尔斯涡轮了。但是它有个缺点啊。相比起只能单向工作的非对称涡轮，它的阻力系数更大，所以效率当然也就更低了嘛。有的团队虽然使用的也是震荡水柱来发电，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威尔斯涡轮啊，而是在用普通的涡轮后加上了一个指挥阀，让空气在涡轮的通道里只出不进，在指挥阀的通道里只进不出，提高了发电的效率。那么孰优孰劣呢？其实并不明显啊，后者效率高一点，但加上精密而昂贵的指挥阀系统之后呢，成本也高一点，很可能就扯平了。在没有大量装机前呢，谁也拿不出压倒性的数据的。好，这就是第一种路线中的第一种类型，它是将波浪的动能转化为了空气轮机的动能，但其实啊，它还能转化为水轮机的动能啊。这就是第二种类型了，溢流式发电。它很像是凭空在海面上围出了一个水坝，张开的双臂向两边伸出，引导着波浪往中央汇聚，然后再带着海水爬上斜坡，灌到自己的水库当中。接下来啊，它就会跟个正常的水力发电站一样工作了啊。高出海平面的水呢，会在重力势能的作用下，从底部的通道中流回海里面，同时带动这里的水轮机旋转起来，就把电顺便给发出来了。由于这个装置一定要做得很大，所以会很重，那么肯定也就不会那么便宜了。但它也会带来一个好处啊，更加的抗造。体积大了，趴得低了，再恶劣的天气也刮不翻它嘛。巨大的海浪只会越过它继续前进，是不会对它造成任何影响的。丹麦早在2003年呢，就已经将一个重达237吨的原型机拉到海面上去实验了，而且看起来确实是很有前景的。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路线，把动能转化为液压能。它的代表既有浮在海面上的，也有沉到海里面的。浮在海面上的有像这样一节一节随着海浪错落起伏，跟个虫子似的；也有这样统一装成一排，像是浮板一样的起起落落的。沉到海里面的会像这个一样，固定在深约10米的海床上，把像蚌壳一样的板子给立起来，通过波浪的水平运动带动它来左右摇摆。但不管形式如何，它们都会连着液压系统，在一上一下、一摇一摆的过程中，挤压液压泵，推动液压马达带动发电机来发电。
目前，苏格兰的蓝宝能源公司呢，就正在计划用这个他们称之为牡蛎的波浪发电机，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波浪发电站，用40到50台机组为3万户居民提供电力。啥？这就是世界最大了？那中国什么时候能出手呢？好了，最后一个路线就比较直接了。它是一种可以发电的浮标，它有2个部分，中间的磁铁通过用缆绳锚固在海床上，保持相对静止的漂浮状态。包围着磁铁的线圈则和外壳一起，能够随着波浪自由的上下起伏。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不断的切割磁场，产生出了感应电流。这些电流再通过专门的电缆送至岸上，就可以供后续使用了。当然，除了这几种波浪发电形式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限于篇幅，我就只展示不解释了。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在留言里面见。总之利用波浪的无尽能源一定是未来的趋势，但在现阶段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坎没有迈过去的。在效率没有得到大幅提高，耐用性没有得到足够的保证，维修不能做到方便快捷之前，浪出来的电还很难出现在我们能够够得着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再等一等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Elon Musk 曾经这样评价氢燃料电池：非常愚蠢，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而不是新能源汽车的长期解决方案。他的评价有道理吗？氢燃料电池真的有这么不堪吗？他所使用的锂电池就一点毛病没有吗？好，咱们今天就来简单讨论一下，顺便再拉一种新的电池杀入战局。固态电池，一个一个来先说今天用的最多的锂电池。本质上呢，它就是我们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等这些移动电子设备里面的电池的放大版本。只是放大的不单是体积，还有数量。跟使用单个单元的小电池相比，电动汽车里面的锂电池呢，是将数千个这样的小单元捆绑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容量更大的组合体。因此才能够驱动汽车这样的大家伙嘛。和传统的铅酸镍铬电池比起来，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要高很多，所以不仅能够储存下更多的电量，连使用寿命都要长得多于是就非常适合拿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量供应源了。到了今天，很多充满一次电的锂电池电动汽车呢，已经基本上能够跑过跟加满一箱油的燃油汽车差不多的里程了。这么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它也有天然缺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锂电池的稳定性其实并不是可充电电池技术里面最高的，它怕高温，它怕过充，它怕过放，它还很怕碰撞。因此它们就需要更高的保护级别，不仅是物理上的盔甲保护，还包括系统上的电子保护啦。每个锂电池呢都需要有专门的保护电路，以确保它们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去运行。这些呢就势必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成本、复杂程度和重量嘛，成为锂电池的一大缺点。而因为这个大缺点，其他的一些小缺点也冒了出来了。比方说，这样的电池更难回收，它们的轮胎会因为重量的增加而更快的被磨损，开发周期也因为要考虑1/3车重的电池该如何平衡分布而拉得更长，等等等等。另外尽管锂电池已经拥有不错的生命周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充放电的性能呢也会下降，而且这跟你用多用少还关系不大即使摆在那儿不用，它的性能也照样会往下掉的。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里程焦虑了。再怎么样，锂电池的容量还是有限的，还是跑得不够远的，还是需要比加油久得多的充电时间的。短途开开还行，要是跑长途嘛，就得要再认真考虑考虑了。那开长途就真的没有享受清洁能源的资格了吗？哪里不是还有氢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吗？尽管马斯克说它非常愚蠢，但其实它有一些优势呢，是远超锂电池的。比方说能量密度，压缩氢气拥有高达4万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而锂电池呢，对比起来，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可怜的278瓦时每公斤，仅仅只是前者的0.7%都不到。这意味着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可以在不增加更多重量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续航里程，再加上它是加氢而不是充电的，因此可以获得像是加油那样的时间优势，彻底的就没有里程焦虑了。你看多好，既实现了100%的绿色环保，又没有一点的里程焦虑，它会不会才是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未来呢？光看好处当然是这样但是等我们绕到它的背面，就不仅要感叹一下为什么马斯克如此不待见氢燃料电池了。有人会说，安全是它的头等问题，这个不假氢气具有相对较低的燃点以及非常宽的空燃比，是一种自带危险的气体，尤其是考虑到这里用的还是它的压缩状态。
但是可能让你感到意外的是，跟汽柴油这类石油衍生燃料比起来呢，它却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轻它大大的轻过了空气所以就能够在发生火灾时呢，通过打开紧急泄压阀，快速的将它吹到空气当中。即便此时它被点燃了，也会像一个大火鸡一样对着天空去燃烧，并不会伤到周围的人和车的。实际上，丰田甚至还用子弹射过他们的氢气罐呢，结果跟电影里面子弹打进油箱的效果彻底不同，没有爆炸，没有燃烧，仅仅只是让比空气更轻的气体通过弹孔逃逸到了空气当中而已。所以这么看起来，安全性并不是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大问题。那什么才是呢？是成本，是效率，是它到底绿不绿色了。先说成本虽然氢是这个宇宙当中储量最为丰富的元素，但是它基本上是不会单独存在的，而是跟水、碳氢化合物，比如甲烷，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机物结合在一起。因此，要把它作为燃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它从这些化合物当中提取出来了。可惜的是这些过程要么根本就谈不上绿色，要么花费高昂，要么就效率低下。目前大部分的氢气呢，都是通过一种叫做蒸汽重整的过程来制造的。它通过将高温水蒸气同天然气结合来将其中的氢气提取出来。这种方法一是排放了大量的废气，所以并不环保；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热量，所以非常低效。如果把它作为燃料用到氢燃料电池当中，那还不如直接在汽车里面烧天然气好了。绿色和效率两头都没有占到，干嘛还多此一举呢？那就试试第二种方法。电解水产生氢气如何？这次咱们用来自绿色能源的电，比如太阳能、风能等等，环保就没问题了吧？可是它也照样效率低大约有30%的能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呢就损失掉了，因此拉高了成本。再加上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加气站、建设输气管或者建设分布式的氢气生产车间，都是要花很多钱的。平摊下来，现在的结果就是它每开1公里呢，就要比锂电池汽车多花8到10倍的钱，基本上就谈不上什么经济性了最后还有效率的比较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用电来生产氢的过程当中，大约有30%的损耗了。其实总的损耗远不止如此压缩氢气时的损耗、储存和运输时的损耗、电池内部的转化损耗、直流交流的切换损耗等等，这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氢燃料电池最后也只能输出其原先1/2还不到的效率，可比锂电池要低得多所以它前面的路还长着呢。Elon Musk 可以继续正确一阵子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一项新的电池技术很可能要来砸他们的饭碗了——固态电池。其实也算不上新因为固态电池早就在一些小型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了，只是以前呢它们不好充电而已。把固态电池用在新能源汽车上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由于它使用的电解质换成了固体，所以体积上大为缩小，只有锂电池的1半左右。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呢，咱可以装进去2倍的电池，从而带来了翻倍的续航里程，很大程度上就解决至少是大大缓解了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其次，由于没有液体，它很安全即使被破坏也不容易引发危险，于是保护措施呢就能够大大简化，带来实质性的减肥瘦身了。成本下降，重量下降，既可以让电动车轻装上阵，也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装上更多的电池，带来不可思议的大续航嘛。总之，灵活性就大大增加了。最后，其充电效率更高，因此充得更快；其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能够覆盖汽车的整个生命周期等等等等。是不是新能源车的梦想伙伴呢？当然是的只不过它离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呢还是有距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在寻找更好的固态电解质材料，而在这之后呢，生产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它的成本，才能最终被市场接受嘛。不过，电动汽车的未来呢是越来越光明了。回答上个视频当中朱雀2号发射时大家感兴趣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有朋友说不错，这次呢就没有那种黄色的烟了。当然是没有黄色的烟啦，因为朱雀2号是一枚采用了液氧甲烷作为燃料的火箭。甲烷是什么？甲烷呢就是我们厨房里面烧的天然气嘛，所以说是食品级的，相当环保你们说的黄色的烟呢，通常是由采用4氧化二氮和 P2 甲肼作为燃料的火箭发出来的。这2种物质本身都有毒性，燃烧之后也会产生有害的物质，比如一氧化氮、氨气等等，所以又被称之为毒发。而液氧甲烷燃烧之后呢，就只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相比起来就相当环保了。当然，除了环保，除了更漂亮的尾焰，使用液氧甲烷大概还有以下这几个好处第一，较高的性能。
液氧甲烷的组合呢，可以提供较高的比冲，虽然低于液氧液氢，但是却高于液氧煤油，非常适合中等运载能力的火箭。第二，易获取和储存。甲烷是地球上广泛存在的天然气，可以从天然气田等地方相对容易的获取，成本也就较为低廉了。相比之下，液氢呢则需要更为复杂的制备和储存的过程。第三易于维护。甲烷燃烧时不会产生积碳结胶，所以维护方便，适合用在可回收再利用的火箭上面了。第四，适应性还高。液氧甲烷在普通环境条件下呢是相对稳定的，对于火箭的设计和运行来说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同时也能够简化储箱的设计，可以采用低温推进剂供底储箱，降低储箱的重量，缩短长度，提高运载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竞相研发液氧甲烷火箭的原因了。虽然 SpaceX 的新舰用的也是液氧甲烷的猛禽发动机，但是很遗憾全球第一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这个头衔呢，它是没有抢到的，落在咱们的朱雀2号遥2身上了。那紧接着有朋友就问了蓝箭的火箭啥时候能够再竖着飞回来呢？也就是啥时候我们能够掌握可回收火箭技术？说实话，他们之所以要那么执着的研究液氧甲烷火箭，目的也是为了可回收嘛。根据蓝箭 CEO 介绍，可回收火箭项目呢已经列上他们的日程了，预计会在2025年前后去开始验证，所以我们暂时就以这个时间节点为准，到时候看看我能不能也有幸作为第一批的见证者参与其中啦。第三个问题，有朋友说，为什么这个火箭的发射塔长得跟别的火箭不一样呢？我默认你指的是长5和长2F 那样的比较大的，还可以把火箭关在里面的发射塔。这个的主要原因呢，是它们的大小、重量、用途和成本都不相同嘛。朱雀2号全高只有 49.5 米，全重219吨，而长 2F 是62米高，464吨重，长5更是重达860吨，高57米。更大的尺寸和更重的重量呢，通常就需要更大的固定式的发射架才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性和稳定性嘛。反之，较小的火箭呢，则可以使用较小的倾斜式的发射架了，既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灵活性，也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和稳定嘛。另外还要看任务像长5、长2还有美国的 SLS、Delta 之类他们采用的固定式发射架呢，由于是一种非常复杂高大的钢结构塔，就可以为火箭提供各种勤务臂、工作平台、吊车等等设施，方便火箭的组装、检测、加注、瞄准等等工作。它还可以为火箭提供避风挡雨的封闭空间，保护火箭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所以一般都用在大型、重型、多级的液体火箭上面。中小型火箭就真的没有太大必要了。不仅朱雀2号用的是这种可倾斜的小型发射架，国外的很多同类火箭呢用的也是它啦，比如火箭实验室和相对论航天。好，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火箭发射时听起来好像是拖拉机的声音呢？对的你说的是这样的哒哒哒哒哒的不连续的声音吗？它主要的原因是火箭发动机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可以高达220分贝。声音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压力波，由一系列的高压和低压连续震荡形成。声音越大，这些震荡的幅度，也就是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差异也就越大。但是这个差异呢，会受到大气压力的限制了。当声音太大，以至于波峰和波谷已经超过了大气压给它画出的红线时呢，超出的部分就会被一刀切，形成消波现象。这种情况发生在194分贝左右，基本上此时声波的振幅在其压力波的最低点已经达到了真空了，不能再低了嘛。所以两端被砍掉的声音呢，就变得不再连续，成了一种哒哒哒哒的声音了。最后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竖着发射的火箭为什么不会倒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早期的火箭的确容易倒它们现在不倒，主要归功于一样东西——万向节。这是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旋转的机械结构，通常包含许多液压推杆，发动机呢就安装在它的身上。它们不会旋转很远，但是已经足够了它们的运动呢由传感器控制，而传感器则会确定火箭的倾斜方向，然后通过移动发动机来对抗这个倾斜。你可以把这称之为推力矢量，即改变推力的方向。举个例子土星5号的第一级呢有5台发动机，4个位于四周，1个位于中间，四周的4个呢都装在万向节上，只有中间一个是固定的。同样，航天飞机的3个主发动机呢也是位于万向节上面的，连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喷嘴也是如此。现代火箭就更是这样了，难怪它们能够如此之稳
最后请把掌声再次送给创造了历史的蓝箭航天，愿他们继续加油，继续生产骄傲。清仓处理最后3天，你有没有经常在一些地方看到这样的标语呢？结果证明天天都是最后3天，这已经成了你我都心知肚明的笑话了。不过你不一定知道，在科学界也有一个几乎跟它一模一样的笑话，尽管版本高级一些，那就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了。人们总是在说可控核聚变在未来的10年内就能够变成现实，结果就是这个未来10年似乎对任何时候来讲都是未来的10年。是的，这种属于未来的发电方式呢，燃料丰富、安全可靠，几乎没有排放，只需要一升海水就能让你的汽车不带尾气的跑上4000公里，诱不诱人啊？当然诱人啊！难怪从政府到民间，从机构到个人都想方设法在往里面扑。可是每次人们认为我们就快要走到终点时，结果却发现只不过又是被自然的力量给耍了一次而已。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要用上这种无尽的清洁能源，还需要我们等上多久？首先，为什么要用核聚变？其他能源就不香吗？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我们用的最多，所以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正在让我们痛苦不堪。水力、地热那更是稀有资源。传统核电，也就是核裂变，从一开始印象分就是负的，它总是让人想起差点就把人类给毁灭了的核武器。实际上，随着核废料越积越多，人类也的确正在走向那个危险的边缘。太阳能、风能很美好，但依然不够可靠。所以看来看去，似乎只有核聚变才是最完美的能源解决方案。为什么呢？头顶上的太阳给了我们使用这一能源最充分的理由。太阳就是一个天然的核聚变反应堆，所有的光和热，是的，我们其实已经享受到核聚变带给我们的好处了，都是来自于太阳内部的氢元素合并成重元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这里的氢元素和重元素分别指的是氢和氦。一个典型的核聚变反应就是这么简单，当温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物质就从我们熟悉的3种状态固液气变为第4种状态等离子态。此时电子从原子脱离，于是原子核与电子都开始了自由的穿梭。原本由于原子核都在正电，它们彼此之间会相互排斥，根本结合不到一块去的，除非速度非常的快，快到排斥力还来不及把它们俩推开之前呢，它们就撞在了一起。但要为原子核提供这么高的速度非得要有上亿摄氏度的温度才行。让我们复习一下，太阳核心的温度也不过才1500万摄氏度而已。为什么这里的氢核就能够抱在一起形成氦核呢？没想到吧？太阳居然做了一个弊，那就是它用压力换掉了一部分的温度。太阳的质量巨大，所以能够在它的核心产生超强的压力，活生生的把2个原子核之间的空间给压小了。所以哪怕速度慢点，但爆上去的概率呢却极大的增加了。好了，说到这儿呢，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核聚变是怎样产生的了，就是高温和高压，简单吧？在太阳上很简单，不过在地球上嘛，2个条件同时满足，还能够维持上一段足够的时间启动聚变，真的是太难了。迄今为止科学家发明了2种使等离子体热到足够融合的方式，磁场约束和惯性约束。当然2者在现实当中都有各自的版本，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未来可控核聚变电站的 demo 版。ITER 是一个建造在法国，由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热核实验堆，它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可控核聚变项目了，采用的就是磁场约束。解释起来呢，其实很简单因为高温等离子体的温度已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耐高温材料的极限了，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不要碰到任何的东西。好在等离子体里面都是一些带电的粒子，磁场可以隔空控制它们，于是 ITER 就一边使用超导电磁来控制位于真空中的等离子流，一边用液氦来为磁铁降温，从而创造出宇宙当中最为极端的冰火2重天。可控核聚变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惯性约束，是利用超强激光来点燃位于一个圆球中央的微小燃料。当所有的激光束从各个角度同时击中那个小药丸的时候，超高的温度和超强的压力将会为其中的原子创造一个融合在一起的完美条件。你说这个时候它不发生核聚变，对得起我们花在激光上面的电费吗？对了，你反应过来没？不管是采用以上哪种方式，我们原本是希望用这些热核反应堆来发电的，结果现实却是我们为了让它发电，反而还需要为它提供更多的电，这不一赔本买卖吗？是的，直到现在这都是可控核聚变最为尴尬的一点，除非它能够证明自己拥有更高的争议比，否则笑话还会继续下去。ITER 希望在2025年时告诉人们，如果你给我输50兆瓦的电，我就给你送出500兆瓦的电，实现10倍的争议。而除此以外也有更多的私人公司参与到这场新能源的竞争中来，其中就有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斯投资的通用聚变公司，他们都声称自己能够在未来的10年内生产出高效的核聚变电力。好吧，希望这个未来的10年呢，是真正有期限的未来10年。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二战中最不务正业的轰炸机是谁？
是15架英国的惠灵顿轰炸机了，因为在他们的机身下面挂的不是炸弹，而是呼啦圈。很难得一见吧？所以呢，这些呼啦圈究竟有什么用？而惠灵顿又为什么要挂上它们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长长见识。这些呼啦圈是用来扫雷的，而且扫的是海里面的水雷。关于水雷的知识，我以前已经讲过了。如果你已经看过那个视频，就应该已经知道水雷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早期水雷都是接触式的，它们要么直接浮在水面上，要么系上一根链子半潜在水面以下，靠经过的船只触碰引信来引爆。但这样的缺点就是不够隐蔽嘛。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呢，德国人就率先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水雷——磁性水雷。它可以直接被沉到较浅的海底，然后静静地等在那儿。一旦上方有船只经过，不经接触就会触发其爆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们一个是磁铁，另一个则可以探测出磁铁。玩过磁铁的人都知道，当我们把某个东西，比方说一个回形针跟磁铁接触久了之后，即便拿开磁铁，它也能继续把别的回形针给吸住。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磁铁给磁化了。而地球就是这样一块巨大的磁铁，所以它也能够磁化跟它接触在一起的东西，比如一艘从造船厂里面刚刚下线的战舰，于是战舰呢也就成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磁铁了。这块磁铁来到海面上，走到哪里就会对哪里的磁场带来微小的改变。磁性水雷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它的身体里面装有磁针，磁针会随着周围磁场的变化发生转动。当一个磁性较强的物体经过其上方时，磁针转动的角度就会超过阈值，于是起爆电路被接通，水雷也就当场爆炸了。你看，不需要接触吧？水雷本身呢就很令人恐惧了，更不要提这种隐蔽性更强的非接触式水雷了。不仅躲起来困难，烧起来痛苦，更关键的是，在水中呢，非接触的爆炸本身反而比接触在一起爆炸伤害性更强哦。这有点反直觉，对不对？爆炸不应该是离得越近伤得越深吗？在水里面呢，离得近只会伤你一次，而离得远一点呢，则会伤你 N 次。研究表明水中发生爆炸时，能量会以3种最关键的形式得以释放。第一种是冲击波，大约占总能量释放的53%；第二种是热量，占总能量的46%，剩下的大约1%则是光了。而对水面船只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来源于第一项冲击波。但这就完了吗？没有还有由冲击波造成的气泡攻击。所以第一波由不可压缩的水传递过来的冲击波就已经比陆地上由空气传播过来的冲击波强了1000倍了。因为水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1000倍嘛，足以把任何船只轰出一个大口子来了。接下来更猛烈的第二波开始了。由于水下爆炸的瞬间膨胀会导致大量气泡的产生，这些气泡在产生之后呢，会持续膨胀，直到与外界的水压达到平衡后收缩，然后再次膨胀，再次收缩，再次膨胀，再次收缩，反复进行很多次，每一次将一部分的能量释放掉，最后才会彻底平静。在这个过程中，水面上的船只会经历什么呢？会经历仿佛像一只手握着船的两边这样来回弯折一般，顶起拉下，顶起拉下。如果第一波的直接伤害只是将船身撕开了一道口的话，那么第二、第三、第 N 波的间接伤害则会最终将船身掰成2半，很难再有生存的机会了。所以你就能理解英国人得有多痛恨德国人的磁性水雷了。从普通的运输船到皇家海军的主力巡洋舰都成为了磁性水雷的受害者。丘吉尔首相在唐宁街10号里面简直气得直跺脚但光气不顶用得要想办法去扫除这种水雷才行机缘巧合之下呢，英国捕获了一枚德国的磁性水雷。在拆开并研究了一番之后，他们信心大增。这玩意儿不就是个不长眼睛的磁铁探测器吗？既然是个磁铁就能够让它引爆，那我们就做一些假磁铁好了，让这些假磁铁从它上面经过，诱发它们误炸，不就消除了它们的威胁了吗？假磁铁从哪儿来呢？电磁效应告诉我们，电可以产生磁那就用电磁线圈，既轻便又灵活。把它装哪儿呢？装在传统的扫雷艇上可以吗？可以的，但就是效率比较低，危险系数比较大呀。因为扫雷艇只能放慢速度走直线，半天扫不了多少雷出来，还很容易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那更快的方法是什么呢？英国人开了一个脑洞，飞机不是飞得很快吗？为什么不在飞机的下方装个电磁线圈，然后让它贴着海面一遍一遍的飞呢？这个真的可以有于是经过仔细的探讨，英国人选择了自己产量最多的惠灵顿轰炸机来扮演临时扫雷飞机的角色。
在它的机身下方呢，安装了一个由轻质木材做成的中空圆环，并在圆环当中埋上铝芯电线，用飞机上的发电机为其通电，就能把这个木头圆环变成一个巨大的电磁铁圆环了。从此啊，一种全新的惠灵顿轰炸机型号便诞生了，它被起名惠灵顿 DWI。意思是带着无线定向装置的惠灵顿轰炸机。为什么起个如此隐晦的名字呢？很显然嘛，是怕敌方的情报人员一听就知道，他们有个能够对付咱们的磁性水雷的先进玩意儿了。1940年1月8日，惠灵顿 DWI 扫雷机出战告捷，以极高的效率扫除了德军部下的磁性水雷。随后又在同年的5月10日上演了其辉煌的高光时刻，为逃离封锁的荷兰王室清出了一片干净的水域，使其安全地到达了英国。丘吉尔终于高兴了，大声在演讲当中宣布，现在磁性水雷已经不再具有威胁了。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还有啊，小样，就你会用磁性水雷吗？我也会，但我不但会用，还会扫哦，你会吗？所以随后英军就开始了大量布设磁性水雷的操作了，搞得德国开始头疼不已了。老师和学生掉了个个，现在换成德国人开始学习英国人是怎么扫雷的了。啊，原来你是用飞机挂线圈啊，我也可以有啊。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容克大妈 JU-52型运输机的机身下挂上了跟英国人一模一样的电磁线圈，也开始这样扫出英国人布下的磁性水雷了。与此同时啊，别的国家比如美国、法国、俄罗斯也都研制了各自的扫雷飞机，大有一种要来一个空中呼啦圈世界杯的意思。但很快啊，他们都消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空中的扫雷机确实是要比海面上的扫雷艇要快，但它在空中却是最慢的存在啊，所以就很容易成为其他战斗机枪口下的羔羊。雷是越扫越少了，自己呢更是有去无回了，所以空中扫雷便渐渐就叫停了。而且啊，它也只能扫出磁性水雷，还只能是布的比较浅的磁性水雷。对于后来出现的靠声纹、压力与振动触发的非接触水雷而言，根本就是毫无用处的。那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总不能只是因为长得奇怪嘛。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二战后期啊，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29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更不可能啊！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他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山本五十六，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啊！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3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啊，它至少还要携带2架，当然后来变成了3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2样东西呢，通常会在二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3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二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
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1943年年初开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E400。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2倍，宽度也很惊人啊！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8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2个船体粘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3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2套动力系统，4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2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3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秦岚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当接近目标时，E40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2架、第3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在那之后呢，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提起并回收它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秦岚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当然，除此以外呢，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5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2侧呢，装着2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中和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声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呐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E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打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E400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先说战争进程山本五十六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1年之后呢，第一艘E400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E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第2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E400设计和生产的山本五十六的死了。1943年4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1式轰炸机击落在了布干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E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结果就是呢，甚至这其中的1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E400自身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3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E400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活靶子，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它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3
3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啊，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3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1、2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他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